你知道吗？有些人是老天爷长期保护的人，他不会让你知道。这类人身旁都会有很多看不见的护法神，这些护法神是无价的存在，他们守护你，并非是因为你的财富或者地位，而是因为你的人品和道德修养。这些护法神，他们静静地在旁边，因为你的人格魅力和品德修养，他们选择守护你。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你的内心充满善良跟正直，这些守护神就会如影随形，将你紧紧地围绕。即使面对重重的困难，也能够因为他们的存在而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所以善待自己，培养自己的品德跟人格，那么守护神也将自然而然地来到你身边，带给你不可思议的保护跟祝福。相信学佛的人一定都听说过护法神这个称呼。那你知道护法神都是干什么的吗？怎么知道我们身边有没有护法神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当你做恶事的时候，起心动念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件事不能做，我是佛弟子，会有护法看着我，会有佛菩萨在看着我，这就是护法在提醒你。当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想起来佛菩萨三宝加持，你会想到观世音菩萨，想到阿弥陀佛，想到楞严陀罗尼，会想到你平时修行的一切方法。这就是护法在提醒你，这就是佛菩萨在加持你，但是他们不会让你看到的。为什么？第一个怕你执着，第二个你的修为还没到这个水平，第三个我们不是一界人，我们不是在一界里头，他即使站在你面前，你是凡胎肉眼，怎么看得见呢？你只要相信护法神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刚出生的一刻都会有天神护法位列周边，哪怕是不具善根的孩子，也同样有护法神。小孩子出生时的哭声是至阳至纯之妙音，众神都会在此时欢喜赞叹人族的诞生，并赋予每个个体的气运。在天神护法看来，人身是上乘的修行佳期，小孩子生下来都是拇指在内，四指在外握拳的，这个是闭门的手印。小孩子生下来的信门是开的，晚上不让小孩去外面，是因为小孩的天眼是通的，在小孩的潜意识中会记录3岁之前所有的事情，只是灵智渐弱，随着长大，很多事情被模糊覆盖。每一个人的道根就像一朵青莲，福德厚的人，青莲就漂亮脱俗。神明是不请自导的，一个人如果福德很厚，机缘一到，神明就把他接走了。所以一些大德的离世不必悲伤，如果福德浅薄，青莲就枯萎了，神明自然不会来接，来接的是黑白无常。所以一些普通人的去世是对世人的警钟长鸣。宇宙间有一股能量，你有功德，自然感召许多善知识在你身边护持你，他们护持你也得到你的功德。不仅人护持，天龙八部都会护持，一佛出世，千佛护持。阿含经表示，每个人一出生时
就有鬼神随时左右，但其数量不一。如果是善人，其跟随中可能数百个，甚至是上千个；如果是坏人，也有护法神，但可能数百人、千人才有一个护法神。这些鬼神就像当今总统的侍卫，你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但是这些护法神的数量是有增减的。当一个人都做坏事时，那护法神就会一个个离去；一个人如果都做好事，那护法神就会越来越多。佛经表示，一个人每持守一戒，就增加5个护法神，依此而算，持守5戒的人最少有25个护法神了。此外，当你在聊天说话时，护法神也常在左右。如果你说的是没用的东西，护法神就会一个个离去；如果你说的是佛法，那护法神就会顺便听听。如果说得很好，那护法神就越为越多。这也可以说，人人的护法神随时都在你左右。这些神明既有保护作用，但也有监督作用，甚至有惩罚作用。这正符合俗话所说的“人在做，天在看”。在佛经中的《阿含经》中有提到，4王天的天人会在民间阴历的每月初8、14、15、23、29、30这些日子来人间考察。初8和23，天王会派遣大臣来人间考察善恶。大臣考察后，14和29，天王派太子下来考察；15和30，则是天王本身下凡考察。当考察完毕后，还要向忉利天的天王释提还因报告。在民间信仰则称为脚趾。有一名很恶的妇人，她生前几乎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情。他死了，鬼把他抓去，扔在地狱的火海里。因为他家里曾经拜过护法神，所以呢，这个护法神看见他被吊在火海里，也是觉得他很可怜，希望能够帮他一下。护法神找菩萨去求情，他对菩萨说：“菩萨，这位信女她曾经在菜园里捡到过一根绳子，施舍给了一个乞丐。”菩萨说：“好吧，那你就拿这根绳子到火海边去伸给他，让他抓住绳子，你可以把他拉上来。如果你可以从火海当中把他拉上来，我就让他到天上去。”护法神赶紧跑到农妇那里，把一根绳子伸给了他，对他说：“哎，你抓住啊，等我拉你上来。”这个时候，护法神开始小心地拉他，差一点就要拉上来的时候，这时候火海里其他的罪人也想跟着他一起上来。女人又把她过去的那种劣根性暴露出来了，用脚拼命地踢他们说：“那是我的绳子，不是你们的。”她刚说完这句话，绳子就断了，女人再度落进火海，护法神只好哭着走了。农妇后来才知道，这根绳子其实可以拉很多人出火海。菩萨想借此机会再一次考验他是否有忏悔之意，但他还是那么凶残的个性，没有经得住考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关键时候考
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人性本性就会显露出来。很多人在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时候，还愿意帮助别人，但一旦与自己的利益牵上关系，他就忘记了别人，只想到自己。这种人实际上叫心怀善念，但是经不起考验，所以心怀邪念就是由这时候开始的，结果把自己送入了地狱，护法神也保护不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只要能够去帮助别人，你终有一天会得到别人的帮助。这个恶妇因为最后的不忏悔，恶念失去了上天上的机会，所以我们在人间要拥有更多无私的爱。善和恶就在一念之间，所以一念上天堂，一念下地狱。不要让自己堕落在地狱当中，就要常行善，少作恶。学佛是有些禁忌的，以前人到庙里都要衣服整齐，但现在很不容乐观了，尤其女性衣裳不得体，也直接到庙里去。所以说古人讲的女人业障比较重是有道理。大家知道普陀山有个短姑道头，讲到小姑子和嫂子去普陀山拜佛，以前车船不方便，去一趟普陀山估计要花个半个月时间，结果船快到普陀山了，小姑子发现月事来了，总觉得不干净，就不敢上岸。嫂子就笑她福报小，她就留在船上。到了中午，有个妇女就提着饭来，踏着石头到了船上送给她吃，说是她嫂子叫送的。到了傍晚，嫂嫂回来后也送饭给她。她说：“你不是叫人送饭吗？”嫂嫂说：“没有啊。”两人奇怪，上岸到观音殿一拜，发现菩萨衣角是湿漉的，才知道是菩萨显灵。这也是体现了古人对菩萨的一种恭敬。这个心不能少，你有道，自然就有护法来护持。现在人都喜欢用术，商业就靠打广告，术是天道最忌讳的。修道修道，修的是道。你做生意，你有福报了，你自然就会赚钱。没有福报，你广告打得再好也没有用。宇宙中有一股明明的定律，你无法超越它。修行也一样，千万不要包装打广告，一旦有这个心就糟糕了，不成佛道成了魔了。莲池大师说功德要藏起来，你道业才能增进，业障才能消除。千万不能做了一点功德善事来吸引别人对你的赞叹，那功德都变成了赞叹，那就没了。而莲池大师说，所有的诽谤是非都是对功德最好的保存。你做好事，别人诽谤你，那太好了，功德就保护起来了。相反的，过错则不能给自己遮盖起来，过错就是烂根，你越遮盖，烂根就烂在里面发臭了，要把它暴露出来，晒晒太阳。相反了，过错就消失了。大家要修行，千万不要打广告，哪怕修得很好，也不能到处宣扬自己功德，宣扬一分，功德就少一分。你不宣扬，护法神都会知道，
初学佛时，容易起一些疑惑，我也拜了，供了，念了，也捐钱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呢？是不是菩萨不保佑我？是不是没有所谓的护法神？其实不是菩萨不保佑你，不是护法神不保护你，而是你自己没有德行，是你自己的言行不如法导致的，谁也无能为力。那怎么办？先把人做好，尽量去行善积德，不用天天拜，天天喊，自然就能得到护持。护法一般有3类，一类是先天缘分，一类是愿力接引，一类是后天培植。比如有些祖上积德的，车祸了，本来是没命，但是没啥事，就是守护神在保护。先天带的护法也是根据一个人累世的功德大小和成就，愿力决定护持力的。如果累世功德大，哪怕这个人迷惑了，护法依然努力地接引你，成就你。如果累世功德弱，那么自己又不觉悟，护法看没希望，一定会远离。愿力接引就是根据这一辈子的愿力大小，来感动和接引更多的护法神。比如一个人这一生很倒霉，但坚持行善，这个愿力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功德力，容易感召龙天土地和仙神。后天培植就是通过供养来提升自己的先后天护法，或者祈请做契约。修道上有很多缘分，妖魔邪和冤亲债主是对立的，但是可以消除转化。护法神和上师是助力，但是要恭顺供养，这就是修行中所有的本质关系。如果我们此世努力修行，便能获得更多护法神的护佑。相反，若时常作恶，护法神也会逐渐离去。那么又该如何守护好自己的护法神呢？一、守3皈依，严持5戒。要想增加自己的护法神，其中一种方法便是守3皈依。如果对自身的要求更高，还可以严持5戒。佛经中称，佛弟子守3皈依后，会有36天大将军贴身护卫，而严持5戒后，更会有25大菩萨昼夜护佑。因此我们在受3皈依时的一句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在受5戒时的一句句能持，都是我们送给自己的稀有难得的礼物。这些礼物将伴我们度过漫长的轮回，时刻护持在我们左右。2、常行十善，远离十恶。但也有善心出于某些原因暂时无法皈依，对此我们还可以运用第2种方法，也即常行十善，远离十恶。十善与十恶是围绕着我们的行为、我们说过的话、我们思考的内容而产生的相对的2个概念。因此不做十恶即是常行十善，其中行为可以细分为3类，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说话的内容可以分为妄语、两舌、恶口，其余4类。而思考的内容可分为贪欲、嗔恚、邪见3类。3、
于十斋日，关照自身。虽然我们知道了要常行十善，远离十恶，但正如《地藏经》云：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累劫以来的坏习惯会让我们不经意间犯下窃盗、妄语等十恶罪行。若不能时常审视善恶，警醒自身，我们的护法善神也会相继离去。因此诸多经典均有记载，每月初一、初八、14、15、18、23、24、28、29、30等10日，诸天神及其眷属将会巡查人间，比较众生善恶，定其轻重。若我们能在此十斋日时常反观自身，审视过错，在发现过错后又能诚心忏悔，并以此为基础，将这一习惯逐渐推广至十斋日之外的每一天，那么守护我们的护法善神自然也会越聚越多。因此我们不要一直向外去求佛菩萨，求护法龙天保护自己，要向内去省察自身，自己守护好自己的护法神。人若自护，天必佑之。4. 只要你有利他之心，护法就在你的身旁。一个人的行为若非常圆满，纵然没有天天求护法，他们也会恒时赐予保护。佛教认为，一切护法居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身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非常清净，所作所为非常如法，护法自然十分高兴。所以我们应扫除贪、嗔、痴等不清净的念头，以及表里不一等不如法的行为，陈设各种善法的供品。如此，护法神必定恒常庇护，不离左右。有些人常问，我今天没给护法供大苹果，他会不会不高兴，以后不再理我了？我出门时供护法不方便，若不供的话，他们会不会不高兴就惩罚我？绝对不会。护法不像我们人一样嫉妒心强，关系好时天天供养，偶尔一次不供养，就马上反目成仇。其实供养一瓶饮料、一点苹果，这些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有的话是一种缘起，但也并不是必须有。只要你的心是利益众生，不管哪个护法，肯定都会履行自己的诺言。藏密佛教史中的丘吉旺修是位了不起的伏藏大师，他的儿子也是个伏藏大师，但他的儿子为了提高名声、巩固事业，着力希求一些猛咒。后来丘吉旺修告诉他，只要你有利益他众之心，不用念一些咒语，护法天尊也会自然降临，因为他们都曾承诺过，哪里有利益众生的人，必定会去帮助他。只要我们身心清净如法，护法一定会鼎力相助。5. 气弦神定可以得到护法神的保护。如果我们细心留意一下身边那些有所成就的人，就会发现他们的举止往往沉稳内敛，说话不急不缓，
处境不变，举止从容，心态平静而淡然，给人一种气闲神定的感觉。相反，那些生活困顿、运气波折起伏、挫折很多的人，大都急躁、气短、易怒，而且表情狭促、紧张。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当某人出意外或灾祸临身时，都会提前表现出一种反常的状态，要么心慌不定、烦躁不安，要么内心焦虑、举止失措。其实正是这种慌乱烦躁的情绪，把这个人引向了灾难。一个人要想远离灾祸、意外，生活平顺，获得好运，一定要随时让自己处在一种很安静、很祥和的状态下。当人处在一种从容不迫、气闲神定的状态时，就会有护法神来保护。因为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不会产生过强的欲望，不会被贪、嗔、痴、慢、疑五毒所侵扰。在护法神的护佑下，各种的邪魔就干扰或影响不到我们了。其实人人都有护法神。前面讲了，一些人若是做人特别差，行为特别恶劣，护法神就会抛弃、远离这种人。除此之外，人人都有自己的护法神，这些护法神都会护持的。如果有护法神的护持，力量就不得了；如果没有护法神的护持，就没有力量。即使有力量，也是非常弱的。这里讲有与没有善神护法护持的差别。有善神护法的护持，事事圆满，事事如意；没有善神护法的护持，事事不圆满，处处不如意。没有善神护法的护持，这个人就会一事无成。世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我们修行人当中也有这样的人，最终一事无成。社会上有很多人混来混去，什么方法都用过，最后还是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很多人忙碌一生，追求一生，最后大失所望，一事无成，就是因为没有善神护法的护持。有些大德高僧虽然没有为世间的利益做什么，也没有努力争取过什么，但是自然就来了，自然就成了，因为他有功德，有善神护法的护持。这就是差别。民间也一直有各种关于神仙的传说和文化流传着，不管是真是假，自古以来神仙在人们的心中地位都很高。在这些传说里，神仙也会下凡活动，有些心地善良的人还会受到眷顾，得到仙人的保护。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呢？其实很多对玄学感到好奇的人，也都或多或少与这样的人交流过。在他们的身上确实会出现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下面就来一一解读。身上有神保护的人都有什么特征？人生经历几十年，可以说这种体感只能体会不能言传，只有亲身体悟才能百倍信心。一、长相普通，但气质与众不同。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长相，因为一副好皮囊确实可以吸引外界目光，获得更多的机会。
不过比起五官，拥有良好的气质也非常加分。我们在对别人外表评价的时候，通常分为3种：好看、普通、难看。但是有一类人却很独特，他们的五官长得很平凡，但是整体气质却非常突出，精气神饱满，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像这样的人身上就有特殊的地方，也有强大的力量在支撑。通常来说，就是有正神在庇佑，所以才会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运气特别好，多次大难不死。在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要经历一些困难，但每个人面对坎坷的时候，结局也不一样。有些人很轻易的就被困难击倒，也躲不过意外，但相反，有些人却经常大难不死，哪怕遇到很凶险的事情也可以躲过去，而且不止1次2次。有的时候他们的经历幸运到不可以用常理来理解，而唯一的解释就是在这些人的身上有神灵保佑。3. 经常被玄学吸引，总是研究神仙。在如今这个科学的社会，很多年轻人都不相信鬼神的存在，但是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对这方面的事情感到很好奇，生活工作之余总是会翻找相关的书籍来研读。有一些狂热的爱好者甚至还开始修道，并且对那些身在佛门和道观中的人士相当感兴趣，对他们有着崇拜的心理。这些人的行为很不被理解，但恰巧说明了其身上有慧根，是受到正神保佑指引之人。4. 总是觉得周围有人，有时候还和自己对话。生活中人们常常会碰到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比如经常被人提到的鬼压床。但是还有一类人却在清醒的状态下能够感觉到空气中似乎有人在与自己对话，而且其本人的倾诉欲望也变得非常强烈，有时候甚至会说出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像这样在外人眼里有些莫名其妙甚至可怕的事情，却在另一方面反映出了这类人身边有神灵的存在。被神灵庇佑的人出现以上几个特征的时候，自身并不会感到恐惧或者猜疑，而是非常安心，哪怕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场，也依旧十分淡定，而且他们自身散发出来的精气神状态都非常不错。到了老年，甚至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一生运气也都很好，正常来说都会有不错的前途和成就。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守护我的护法神，愿你一切安好，一生平安。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